200多年前，一群彝族人为了躲避战乱，攀上悬崖，住进高山，形成村落，取名为阿土列尔村。阿土列尔，彝语又叫瓦岗索什，意思是悬崖上的村子。这些彝族村民世代生活在垂直落差800米的悬崖之上，进出全靠17条挂在悬崖峭壁上的藤铁。这曾是村民去往外界最便捷的道路。阿土列尔村位于四川大凉山深处。2016年时，仍有部分村民住在透风漏雨的土坯房里，基础设施极度薄弱。地理的隔绝与经济的落后，让这里一度成为中国最贫困的角落之一。如今，距离阿土列尔村2020年脱贫摘帽已经过去了5年，村民大多已搬离了悬崖。但我们仍想和你一起去看一看村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和扶贫征程中的艰辛与成果。哇，救命啊都！友友们，妈耶！啊，妈耶！我们今天要去爬这个悬崖村，这个就是游客服务中心了。我们现在要从这里进去，要买票吗？可以，要费3好。哦，这个是安全设备是吧？对，跟攀岩似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四川昭觉悬崖村钢梯海拔跨度最大的钢梯，2024年11月14日。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这个悬崖村的山脚下了啊！接下来我们将爬上落差800米的钢梯。虽然天气还行吧，没有太阳，不晒，但是一点风都没有。你稍微在这个山上活动一会儿，就开始疯狂的出汗了。这里就是这个钢梯的起点了，从这里开始就要正式开始往上爬钢梯了。现在是上午的10点53分，马上11点了。我们等会儿到山顶上看看，爬这个钢梯要用多长时间。钢梯就是3节钢棍拼在一起，就是让你有一个脚踏的位置，所以你要小心一点，要不然你这样很容易踩空，就挺危险。我现在刚刚顺着这个钢梯爬到了这个平台上，现在才是万里长征第1步啊！这个钢梯是2017年修建的，
我看过一些新闻报道，说修这个钢梯之前呢，找了一些施工队，然后好几波施工队来到这儿一看，就走了，不愿意接这个活儿，因为这个难度系数跟这个危险系数太高了。后来呢，就是终于有施工队愿意接这个项目，在这儿修了这个钢梯，是从下往上一节一节修上来的。整个钢梯呢，大概长度是将近3公里吧。一共用了6000多根100多吨钢管，全是人工一根一根背上来的。在走过一段比较长的钢梯后，我们来到一处凉亭休息时，受到了来自本地生灵的热情欢迎。野生的小松鼠，还闻我书包。你会拉链吗？你就闻我书包。这小松鼠嘴漏，你看它底下。怎么个意思？它挺聪明，它知道我的这个食物是从包里面拿出来的。走，继续爬坡。这底下还是3根钢管，一个台阶，这到上面就是2根钢管一个台阶了。唉，妈耶！哇，我要死了！终于到达了新的复活点，我已经没有血了，大家帮我投一个硬币回血，不过分吧？随着高度不断升高，山势开始逐渐险峻，几乎修建在悬崖绝壁上的钢梯也越来越惊险，有些左右两侧都是100米悬崖，有些则是脚下完全镂空，还有些坡度达到了80多度的近乎垂直。我们只好手脚并用，开始艰难的爬行。救命啊！友友们，这真的就是90度啊！哇！这恐高症患者慎来啊！哇，这就是一个90度的悬崖。唉，这个钢梯是我截止到目前爬过的这个最陡的钢梯了。生活在这儿不容易，在这里搞这个基础建设的人也不容易。大家看我帽子，我帽子已经湿透了，这里面你看这个汗水的印记。来看一下陆总的汗啊，这一滴马上要滴下来了，滴下来了。我们已经几乎达到极限了，但是也才刚刚走完1/3的路程，我们的水已经喝光了。我操！陆总来了，这我咋上啊？这我咋上啊？就在筋疲力尽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彝族同胞，他们攀爬钢梯的方式给了我们极大的震撼。小哥，你直接往下跑的呀？你好强啊！你是生活在这上面？对。哇，厉害厉害！加油！哇，您唱的好好听啊！好听不好听？好听好听啊，我喜欢听。很好听吧？特别好听。你提不来嘛？我不会唱啊。我们唱歌嘛，你提不来嘛？但是我觉得很好听啊。这里就很难爬了。哎呀，这么高！啊！我在这休息一会儿，我爬不动了。
哎，我很好奇，你们怎么都不穿鞋，穿着袜子往上爬？我们有时候来时候穿的高跟鞋，爬不上来了。啊？我们来时候高跟鞋才穿的来的嘛。高跟鞋。高跟鞋是什么？对呀，我们穿的鞋高跟鞋，爬不上来了。哦，穿鞋就对。爬不上去了。对。哦，阿姐，您住上面吗？我们不住。啊，我们不住。那你爬上去是？我们爬下去还要下回家。就是来这儿爬着玩的是吗？对，我们来这儿玩。看不懂了。您也是彝族啊？对，我也是彝族。我看您戴的那个耳坠也很好看。我们今天去米谷市去啊，有个市，一个下一个老。我说话你听不懂，你说话我听不懂。哎呀，我能听懂。没事，我也不好意思，我能。兄弟加油！我能听懂一知半解。哎。兄弟加油加油！我们走了啊。嗯。来啊。好，你慢点啊，注意安全。哎呀，累死了。他姐说明天干不了活了，累死了。经过短暂的休息后，我们选择继续向上走。虽然面临缺水的情况，但经过与路人的交流，我们得知山顶是有小卖部的。尽管当时的我们不知道还要爬多久才能到顶，但这种望梅止渴的感觉确实给了我们向上的动力。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来点作为就行。意外的是，在爬上了又一段陡峭的钢梯后，我们遇到了一个设立在悬崖上的自助售货站。这里有个卖水的啊，我们现在爬到了一个平台上。这里终于有水了，快买一瓶，美丽同学。先扫码付款，再拿水。够了，10块钱。好。得救了，得救了。水还是太少了，我感觉。离开悬崖上的补给点，再往上走的路就只剩下了我们2个人。这个钢梯，这一段钢梯真的是架在悬崖上，哇，哇，哎，我感觉这一段应该是最陡的一段了，啊，哇，这个比我们之前爬过的那些都要接近于90度。大家看一下，脚下就是万丈悬崖。哇！我之前看过一篇新闻报道，说采访这个当地的村干部，一家4代人就出生在这个地方，一辈子生活在这个地方，出行极其不便利，所以就有点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吧。你想，看病难，上学难。最早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孩子都没有上过学，甚至有一些老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他一辈子都没有下过山崖，没有出过自己的村庄。在经历了一段超长的陡峭爬升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唉，友友们，我终于爬上来了，爬到这儿，基本上就快到顶了。哦天哪！我看到了那边前方的路，还有一段巨高的钢梯。虽然终点已经在目之所及的不远处，但经过几个小时的攀爬，体能耗尽的我们已经寸步难行。陆总，腿抽筋了？腿抽筋了，大腿抽筋还是？我们这一路上来，喝了至少6瓶矿泉水吧，到现在一点都没有尿意，全通过出汗排出去了。唉，我的汗已经不是咸的了。
于是我们决定在沿途的亭子里休息，顺便吃点东西。可没想到，却引来了一群不速之客。我跟你们，友友们，我跟你说，这羊贼精贼精的。它刚开始在那个铁皮里面一直在盯着我们，一直在盯着我们，我们就坐在这儿休息，它就一直盯着我们。我们现在要补充点这个能量，吃点东西。这个羊一看我们在翻包拿东西吃，它立马就过来了。你能吃吗？你又打起来了！我靠！你是吃草的？哎呦，摔了一跤，这羊。这些山羊盯着我们盯了半天，然后我一吃东西，我想吃点能量补充一下，他们围着我就过来了。我给你闻一下好不好？喏，给你闻一下，就闻一下啊！差一点伸舌头舔。就闻一下，就给你闻一下。休整了一会儿，我们现在继续出发。你们看这山，好像是这个老神仙拿毛笔刷的一下，刷了一道一样。我们还剩下最后2大段钢梯吧，就爬上去了。我们来这儿拍视频，拍这些东西，爬这个钢梯，都感觉异常艰难。我很难想象这里每天必经回家的路是一种怎样体验。我们刚刚从那边那个小凉亭这儿一路爬上来，这是我们这次行程攀爬的最后一段钢梯了。这岔路口这边有很多这个广告牌，都是民宿啊、吃饭啊。我们先随便走一个吧。我现在浑身上下都已经湿透了，但是感觉今天应该是洗不上澡了。将就一晚吧，不知道山上的住宿条件怎么样。哦，我看到房子了，我终于看到房子了。哇，这房子都是泥巴跟碎石混在一起建的房子。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个住的地方，今天晚上就住在这个村里。悬崖村打卡点，哎呦，我的妈呀，累死我了！我一点都挺大，我觉得这儿挺好的。这样，床位有没有就是只有我们2个人的？有。你能带我们去看一下不？好。那个您这儿可乐怎么卖呀？啊。好，我先来2瓶。啊，你没事。这是一个，这干嘛用的？这是一个灶吧？我感觉好像是烧火做饭用的这个。我靠，它这些设备不会都是人工背上来的吧？肯定都人工背上来的。哎，我的妈呀！这还有个很简易的梳妆台。那屋是厨房。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有这么一个水管，这个水管老板和我们说是山泉水，他们本地人应该是能喝这个水的，因为他们经常喝，胃里边的这个肠道菌群已经习惯了。但我们作为游客，这个水还是不能直接喝的，至少也要烧开才行。所以就在这边简单洗手、洗个脸。这个地方是老板洗菜的地方。这个水老板跟我们讲，让它一直流就行。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从山上源源不断再往下淌，也没有办法控制不让它这么流，它早晚都要淌下去，所以就能让人用一下，我觉得也还可以。哎，我去看看那个我们这期今天晚上住宿的地方，豪华标间呀！这里有一张床，这里也有一张床，不错，挺干净的这床铺。
不错，我很满意。建筑材料都是人背上来的吗？这钱花的不少了。这建筑一个房子要花多少钱1万多，是。啊，1万多块钱建这么一个铁皮房子，人工费要比这个材料费还要贵。这还有一个厕所呢，刚刚那个老板跟我说，这个厕所是不分男女的，直接进去就行了。我看一下啊，哇，不错，这干净的很。哦，这个也画这个是被子吗？啊，这个也是。哦，这个画掉。好，这个画掉。哇，太贴心了，老板。老板还给我们拿了一床新的毯子，都新的，出去睡了，然后马上洗掉的。好，哇，那在这上面洗一下也很难吧？有洗衣机的吗？哦，还有洗，在那边是个洗衣机。洗衣机放在那里了。我去，洗衣机咋背上来呀？洗衣机很轻的。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啊，现在是下午的17点55分，大概18点了。我们上来的时候是11点50多分，然后将近12点上来的，所以整整爬了6个小时，爬了半天。当然我们是边拍边爬的如果只是纯来玩的，或者是有什么工作需要直接往上爬的话，那可能需要的时间就会比我们少很多。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这个住宿的地方了，我们在这里订了这个民宿，床位50块钱一张，因为我跟陆总2个人，所以我们就一人睡一张床，正好在这一个铁皮房子里面。朋友们，我现在就躺在这个民宿的铁皮房子里，我已经被瘫了，就直接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想动。现在就等老板把晚饭，然后点了鸡做好，然后应该会过来叫我们去吃饭。我先歇一会儿，我先眯一会儿。这锅也太大了，这是我们吃饭的碗，能摆10个这种碗，我感觉。来悬崖村的第一顿饭啊，吃上了悬崖村山顶上的走地鸡。这个鸡终于回家了，我们终于吃上了。笑死我了，鸡没回家，鸡没回家，没吃上。你刚说的时候，我都要笑死了。对，这只鸡终于回家了是吧？是啊，鸡在外面跑的。啊，鸡在外面跑了，还没回来。那晚上有鸡吃不？有。好，等一下马上回来了。好。等一下马上回来。这个老板刚刚横扫了一圈，视野范围内一只鸡都没有。老板说鸡都已经跑了，不知道跑哪去了。然后老板现在在打电话摇人回来抓鸡。这不是这个还太小了，你们还太小了，上不了。我都快饿死了，我从来没觉得吃饭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情。吃饭还不幸福，我先吃了，我要饿死了。这边饭都是论锅的。这肌肉一看就是运动达人，天天在山上跑，肉质特别紧实。真香！哇，从山底下爬上来，能吃上这么一锅热乎的土豆炖鸡，我都快幸福的流眼泪了。不录了，我也要吃了，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我们早晨那一顿啊，就是在民宿里面很简单的吃了一点，然后已经一整天没有吃过东西了。爬的几乎都是80度、70度、90度左右的这种垂直的钢体。我现在要吃第一口，可能是我这辈子仅有的一次在悬崖村的第一口饭。幸福感很强烈，对吧？它就是香。
做啥呀？我真饿了，不想说话了。你饿啊？这一锅炖鸡，鸡是外面山上散养的鸡，水是山泉水，花椒应该也是自己种的，这菜应该也是自己种的吧？这个是养鸡的嘛？是喂鸡的是吧？啊，对对，喂鸡的。哇，咱们这边种玉米吗？种玉米的呀？啊，对。哦，那这是咱们自己这边种的玉米是吗？啊，对自己种的。哦。哎呀。您是一直生活在这上面不？对。就经营这个小卖店和民宿是吧？啊，对。那您家人、孩子啥的呢？他们去县城。都在县城。昭觉县吗？啊，对。哦。扒到那个教育县城那里去了。哦，这样啊。那你们岂不是要见一面的话，就还蛮麻烦的？见面的话，我们走这里下去就见面了。啊。坐这里下去，然后造车过去。我看60多公里。对，我看从昭觉县过来60多公里，开车也要开1个多小时。对对，60多公里。那您走这个山路下去的话，要走这个梯子下。也是走这个梯子下，要多长时间能下去？1个多小时，哇，也太快了。1个多小时没那么快了嘛，没那么快了嘛。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习惯了。那您大概多长时间下去一趟？这里没东西的时候下去背上来的。你自己背啊？是啊，自己背啊。没有人帮你背啊？有人帮我背的。啊，就是出钱给人家背上来。就是背一些，比如说像水啊、可乐啊。对对。哇，那出钱给人家背嘛，然后背下来，然后运费太高了，就买了一批水10块了。通车嘛，可以拉车过来嘛，可以不卖10块了吗？什么？这边会通车吗？不行。啊。车不能拖的不安全。啊。车不行。就是没有计划在给这个村子修条公路是吧？像个马路一样的。啊。有一条路像个马路一样，下雨的时候垮。下雨的时候垮。哇，那也太危险了。是啊。那您这大概得隔多长时间能下山一趟啊？差不多1个星期。1个星期下去一趟。1个星期，1个礼拜嘛。哇，在这上面生活其实，哎，没办法呀，为了生活是没办法的，在外面打工不行。但是在这里其实下去一趟，然后再背东西上来也蛮辛苦的，我觉得。是啊，没办法嘛，不背没有，不背上面什么都没有，不背。那咱这个民宿在这开了多长时间了？差不多2年了。2年了，还蛮新的，我感觉。如果要是看在山上的啊，2年一直在山上的，哇，那也很辛苦啊。哎，没办法，为了找钱嘛，找钱是。这是什么东西？哇！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写了一句话：生活很累，但要继续。陆总已经准备就寝了。睡了，今天爬山太累了。已经晚上9点了，明天有可能还会被鸡叫吵醒，所以就早点睡吧。这个铁皮房子外面还能听到各种虫鸣的声音。对，我也睡了。爬了一天山居然不臭，准备休息了。
们早上好。我们今天打算在这个悬崖村顶上逛一逛，因为昨天来的也比较晚了，然后也比较累，所以很早就休息了。今天早上悬崖村这边下雨了，8点多钟，8、9点钟雨才停，所以现在整个村子里的空气非常的清新。哎呀，我们打算沿着这个村子逛一逛，不知道这里还有多少户居民在这儿居住经营呢。我们走的这条路，我感觉这两边这2道是车辙印哎，那车是怎么上来的呢？这里不是车上不来吗？难道有路可以上来？我们沿着这条路看看去吧。这枯木上都长木耳了。这栋房子没有人住了，我刚刚从前面路过的时候看到了，但是不知道从哪里过去。它周围的这个土都已经铲松了，这个村子里的路都是这种土路，一下雨，它这个就会变得特别泥泞。我现在走了没几步，脚底下全是泥，咔嚓咔嚓。这户感觉像是有人住还是没人住啊？我去看看啊，我看看院子里面都生杂草了，好像没有人在这儿住了。这还有个小圆桌。哇，这是什么？这能吃吗？这户是锁着门的，这墙上还写着4个字呢：生产用房。这里面好像是个灶，那个灶好像已经塌了。它这个院子上面都生草了，这有一个小马扎，还有一口巨大的锅。这个房子的顶都已经没了，只剩下土坯墙了。这个房子上也写着生产用房，这应该是后来写的吧？我感觉这房子原来都是人家住的地方。这上面都已经长满蜘蛛了，蜘蛛网了。这是杂物间吧？这地上还有好多牛粪，这就是原来那户人家的院子。估计这个些地方底下应该是养动物，上面那一层那边有个门，应该是可以进去放东西之类的。我看它上下2层都不是连着的，这儿有个小门可以出去。哎，差点倒了。这什么地方？这里面怎么这么多动物粪便？应该也是养动物的地方。我脚现在无比沉重。这个房子上面写着助农取款服务点，上面还写着彝族的文字呢，但这路都已经不好走了。厉害如我，1个月步就上来了。这个广告语上面这个符号应该是彝族的文字吧？彝族的文字蛮有意思的啊，感觉这个像羊，不认识，还有这种画圈圈的呢，有意思。这个房子也没人住了，这也是小卖部啊。这个小卖部还有人吗？我看看。哦，这个没有锁，但是它这屋顶上都结了厚厚的蜘蛛网。这里躺着好多废弃的衣服，这里有
那边也有，然后这里有个超大的水缸，这水缸里面已经没有水了。这是养鸡的笼子吧？感觉像养鸡的笼子。走吧。终于到顶了，哇！哇，这个人海好乱歪啊！你现在脚下就是悬崖啊，这个。我现在就在悬崖之上。友友们，我们现在在悬崖村的山顶了。现在呢，我们经过的这个地方，我们站的这个地方，三面都是悬崖。因为通过飞机的视角，我们能看得出来，我们身后这个悬崖就是一个垂直，几乎于垂直角度。我右手边的方向也是几乎于垂直角度的状态。我的正前方就现在在山体的后边，几乎也是一个50-60度角度的悬崖。我那边是村子，可能有人修过了，但是坡度非常的陡。然后在我的左手边那边呢，有一条路继续向那边走，还有一个隐藏在深山里面的悬崖上。但是由于时间关系以及体力关系呢，我们今天到不了那边那个悬崖，因为那边那个悬崖比这里要好。陆总怎么还不下来？行，下来了，继续走吧。我们在这个小村子里面转了一上午，都没有发现除了房东之外的其他本地村民，大概率应该都不在这儿住了，因为之前这个扶贫工作大部分都已经搬到山下的这个县城里面了。不过有一说一啊，这个地方虽然交通不是很方便，生活也不是很方便，但是对面的这个风景啊是真不错。当然，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旅游就是从自己待腻了的地方去别人待腻了的地方。如果是从小生活在这儿的话，可能对这些壮美的大山也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吧。好的，朋友们，现在是6月8日的11点50分啊，我们已经在山上休整的差不多了，然后也买了2瓶水，接下来就准备下撤了。然后我去跟民宿的老板说一下，老板，我们下去了啊。好，好，再见。好，现在是差不多中午12点整，11点50分，就按12点算吧。看看我们多长时间能下去。友友们，这里是我们出发的那个地方。我们终于下来了。现在的时间是下午4点09分，我们共耗时4个小时20分钟。
一共2556级，也就是说我们连上带下，一共爬了5100多级钢梯。我已经没有办法那么直着下了，我只能侧着下。一天一趟钢梯的这个体验就是这样子的，下来都已经腿打不直了，我都站不稳了，膝盖毁灭级，我的妈！11点到，这一觉睡了12个小时，我的妈！异乡飘雪的日子，数不清的寒冬，你将怎么过？故乡是不是真的永远抛弃了你？是否再也没有留？现在距离悬崖村脱贫已经过去了5年多的时间。我们现在在昭觉县城，现在要去一个搬迁安置的社区，去那里看一看悬崖村上的村民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和居住环境是怎么样的。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前面的这一片就是这个安置社区了，看着还不错啊。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篮球场，有2块打篮球的地方。这是一个巨大的广场平地，可以举办一些活动。这里还有2个小朋友在这玩水。嗨，你们在玩什么？玩水？你们就自己玩吗？爸爸妈妈呢？南平社区1区，哇，这个社区建的可真不错，每一栋楼都是4、5层楼高，有点像那个小洋房。绿化也很不错，也很干净。弄那个线的，这是线啊，毛茸茸的。这个用这个线是要缝衣服吗？还是要干什么？哦，这是要做什么？用这个线？语言不通。是不？那的是不不嘛？我一句没听懂。也不，我很想跟这个阿姨交流一下，但我听不懂。是的喽。也不干。你不干的也走。这阿姨就阿姨走在店干不嘛？这么深入的人，我天路的嘛嘛。
那个线轱辘真有意思，弄那个线轱辘就可以缝衣服、缝布啥的。您是彝族，是彝族是吗？哦，这个月吗？是。哦，走吧。好，那你们先忙。这个就是南屏社区里面的这个样子啊，我觉得建的是非常不错的，建得非常漂亮，而且社区里面还有一些散养的鸡，比如说这里就有一些在社区里奔跑的小鸡，它也不怕人，对吧？你是不怕人吗，小母鸡？这个社区的路边坐着很多乘凉的人，还有一些做手工活的人。我本来打算想上去跟他们交流一下，聊聊天，结果发现语言不通，因为这个社区住着的大部分都是彝族人，而且现在在外面坐着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所以他们也不太会讲普通话，我也听不懂彝族的语言，所以就是沟通上就没有办法沟通啊，只能用一些手势。简单的做了一些交流。拍打的真有劲。南屏社区是昭觉县第二个比较大的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昭觉县最大的一个扶贫搬迁安置社区，叫木恩底。从这个社区的大门口一上来就是一个比较缓的上坡，坡的两边都是各种门店。这个木恩底社区里居住的并不是只有悬崖村的村民啊，因为悬崖村村民总共加起来也才不超过100户，大概好像80多户吧，所以像这些搬迁安置社区里面居住的。都是这周边地区的一些需要进行扶贫工作的一些乡镇上的村民，他们一起居住在这个地方。而这个也是啊，每一栋楼每个单元楼大概有个4、5层楼高，而且这个小区里面绿化做的也很好，然后交通、衣食住行、看病、上学也很方便。这个小区的外面，我们过来的时候看到有2个学校。一个是木恩底小学，一个是木恩底中学，都离这个社区不远，大概走路就能到。我觉得这个木恩底社区跟那个南屏社区一样，都建得很漂亮，非常不错。然后这个楼底下有一些彝族的阿姨，她们3、3两两的啊，一边交流一边做一些手工活，我觉得挺好的，这个生活特别安逸。这个社区我网上查了一下，它一共有1000多户居民生活在这个地方，然后这1000多户居民都来自周边的18个乡镇。这一片算是木恩底社区的商业街，因为它路两边都有很多各种店。这儿有一些卖衣服、卖土豆、卖蔬菜，路两边还有药店、母婴店。这个是电商服务点，极速驿站发快递的地方。这边还有妇女儿童中心，这边是卖彝族服饰的地方，彝人彝衣。你好，这个是怎么卖的呀？多少钱？好的。这这个啊，1万
一盒3块是吧？那这个肠呢？也是1块是吧？哦，这个是什么？我要2个这个。就直接放这边是吧？这个肠也是要放这边的对吧？哦，好。你们是住在这个莫恩迪社区不？啊，我们昨天刚从悬崖村上下来。悬崖村？对对对，我们昨天刚从那个悬崖村上面，就是刚爬上去，然后下来。对，你们原来是住在上面吗？哎，这还有饺子是吗？这个是怎么卖的？这个一个1块。这个一个也是1块是吗？我也要2个这个吧。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这个好吃的。折耳根是吗？试一下吧。啊？我试一下吗？哦，好吃好吃好吃。那您在这儿生活了多长时间呢？就是在这个莫恩迪这边。3年4年了。我就是从搬下来一直到现在是吧？小孩是在这边上学不？对。上几年级？大了4岁了。哦。上学。哦。下来远哟。他是下来之后才来这边上学的是不？对，上学。下来。远这边。哦，在这边上学要花钱不？就给了1000。1000块钱1年还是全包的？不是的，1学期。1学期啊？好，谢谢。哎呀，这样可怜。这个社区的路边停了一些摩托车，最开始以为它就是普通的那种人家骑着摩托车，只不过是在路边休息。后来有一个摩托车主问我去不去哪儿，还用手给我比划一下，我才明白原来他是想那个拉客，就有点类似于出租车司机这么一个职业。在来之前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原来都是在村里边的农民，世代都以种地为生，但下来了之后来到城镇这边没有地给他们种，那他们应该去怎么样维持自己的生计，怎么样获得一份收入。今天来逛了2个这种安置社区之后，其实能发现啊，有很多的原来搬下来的悬崖村的村民会采取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小生意和一些手工业、一些小买卖来去维持生计，来去获得收入。当然，可能我们没了解到的，也许还有很多来自本地的一些扶贫政策，可以帮助他们去获得一些收入，也会去教他们一些这个能够获得收入的一些技能和技巧吧。所以我觉得，既然都已经搬下来了，那么，生活条件变得更好了，肯定后面的生活也一定会变得更好。以上就是我们在悬崖村的全部故事了。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感谢你的关注或转评赞，你的支持是我们更新的最大动力。我是牛美丽同学，下期视频再见，拜拜。